大家好，本期大问题节目要探讨的大问题是：人有自由意志吗？这个问题是个绕不过去的经典哲学问题啊！当然，有人听了可能会说这么一个玄虚的大问题，关我什么事呢？这个问题当然关乎我们的生活。我就问你，现在正在屏幕前收看这期节目的你，有自由意志吗？你以为自己是出于对哲学的兴趣而自由的选择来收看这期节目的吗？并不是，那只是因为大数据算法把这期节目这个 UP 主推给了你而已。我再问你，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当你像一只舔狗一样追求自己的女神的时候，你以为自己是自由的选择去爱慕她的吗？并不是，这只是你的脑神经网络对女神释放的生殖信息的刺激反应。我再问你，你为什么是丝袜控而不是制服控？你以为是自己自由的爱欲做出的选择吗？并不是，这只是因为你多年前第一次打开启蒙资料片的时候，恰好接受的就是丝袜控流派的教育。我再问你，你最近遇到一个异性，你和他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你以为是自己这个自由的灵魂找寻到了真爱了吗？并不是，这只是因为你们俩的 MHC 等位基因的差异较大而已。我再问你，你为什么在两性关系中特别焦虑、特别作，总是想考察对方是不是不爱自己的？你以为是因为自己有一颗放荡不羁、爱折腾的灵魂吗？并不是，这只是因为你小时候跟你妈要奶喝，你妈没搭理你。我再问你，你作为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上周还喜欢蔡徐坤，这一周却突然迷上了姜文这种粗犷型的男性了呢？你以为是自己自由的爱欲有了新的转向了吗？并不是，这只是因为你这周进入了排卵期而已。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大问题，你有自由意志吗？你做出的种种抉择究竟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出于先前已经被决定好了的诸多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如果有自由意志的话，自由意志又是长什么样的呢？关于这个大问题，本期节目邀请了3位哲学家来进行讨论，他们分别是主张一种决定论的拉普拉斯，主张一种自由意志论的罗伯特·凯恩，以及主张一种兼容论的哈利·法兰克福。好，下面进入会议正片，有请拉普拉斯登场。拉普拉斯是19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别看拉普拉斯是200多年前的人可以说现在大部分的科学家都持拉普拉斯的观点，或者说持一种升级版的拉普拉斯的观点。这种观点建立在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之上，这个逻辑就是宏观世界的一切事件都是有原因的，因此人的一切行为也都是有原因的，因此没有自由意志。这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承认宏观世界的一切事件都是有原因的，那么你就不会认为存在一种能够脱离自然因果链条的特异功能式的自由意志。拉普拉斯就提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无非就是基本粒子的互相作用的产物，那么万事万物现在的状态就是过去状态的结果，并且也是未来状态的原因。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超级聪明的智者，他能够知晓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对于这位智者来说，这个宇宙的未来就会像过去一样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他面前。这就是说宇宙中没有任何不确定的事物，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被决定了的。后人把拉普拉斯这里说的通晓一切的智者叫做拉普拉斯妖。拉普拉斯妖的存在意味着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不确定的东西，一切都是被决定了的。之所以你感觉好像有些事情是不确定的，那只是因为你获得的信息不够充分。简单说，也就是出于你的无知。在无知的你看来具有偶然性的事情，在拉普拉斯妖看来早已注定。这就好像你去抛一枚硬币看起来好像硬币落成正面还是反面具有不确定性，但实际上只要你充分了解了硬币的受力状况，充分了解了空气的流动状况，那么硬币是落成正面还是反面就是完全确定的。同理世间万物都是因果链条上被决定了的环节。从宇宙大爆炸一开始，宇宙万物的发展和结局都被物理法则决定了。我们把这种世界观叫做决定论的世界观。好，既然万事万物都是被物理法则决定了的，我们人类也不例外我们的身体和大脑也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我们的想法和意愿无非就是我们大脑中神经网络的一系列放电过程而已，这必然也是受到物理法则的决定的。这里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式的自由意志，我们人类的所有行为也都是因果链条上的必然事件。就比如当你像一只舔狗一样追求你的女神的时候，你自以为是自己自由地选择去追求了她，殊不知这一切也是被决定了的。这就是你的脑神经网络对女神释放的生殖信息的刺激反应而已。这就好像哲学家斯宾诺莎打过的一个比方，说一块石头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如果这块石头有思想的话，他会觉得自己正在努力的自由的往下落，就好像他自己想要往下落一样。神经科学家本杰明·里贝特在上世纪80年代就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被试自己选择是否以及何时去按动一个按钮同时用脑成像技术来监测被试的大脑活动。实验结果是，在被试自觉意识到自己做出按按钮的决定之前，被试的大脑已经有活动了。这就是说大脑已经先替我们做了决定，然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做了这个决定。
后来呢，2008年又有学者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实验结论，并且呢，实验人员通过观察被试的大脑图像呢，还能预测到被试下一步要干什么。这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啊，并不能真正的去做选择，它的作用仅仅是在事后给一套解释来自己骗自己而已。打个比方啊，这有点像白宫新闻发言人的作用。总统在做决定的时候，并不会和发言人商量啊，发言人也并不知道这个决定的真正原因。但是当新闻发言人面向外界媒体的时候，他就会现编理由，就会说啊，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自由意志，就像这个新闻发言人一样，是我们的叙事大脑给我们编造了一套事后理由。然而，真实的世界并不会因为你的事后幻觉而有所改变。其实，一切的一切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起就已被决定。包括你现在选择来看这期视频节目，你自以为自己是在众多节目中自由选择而来，其实，在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决定了，在138亿年后的今天，你会来这儿看这期节目。你之所以感觉自己是因为自由选择而来，那只是因为你没有达到那普拉斯要那样的智能，你没有了解到网站大数据的具体算法。在无知的你看来具有偶然性的事情，在拉普拉斯要看来只有必然。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因为你的无知而造成的幻觉罢了。这就是拉普拉斯的观点。简单总结，没有自由意志，一切的一切都是被物理法则决定了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因为你的无知而造成的事后幻觉。好，介绍完拉普拉斯的观点，下面我们来介绍罗伯特·凯恩的观点。刚刚介绍的拉普拉斯的决定论呢，这个逻辑啊非常简明，听起来也非常有说服力。但是罗伯特·凯恩会说，这种决定论是建立在一个过时的物理学的基础之上的。这个过时的物理学就是牛顿力学，而现在的量子力学的发展就打破了这种决定论的世界观啊。我们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学习过，在量子力学里面有不确定性原理，一个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以同时被确定。在粒子坍缩之前呢，它会处在一种叠加态之中啊。简单说，也就是它既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那条路，它是不确定的。凯恩就说啊，我们人类的意识现象啊，很可能就是一种量子事件。凯恩还援引了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的理论啊，而这个彭罗斯呢，就是最近一届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彭罗斯就说呢，我们的脑神经细胞里面啊，就有这么一种微小的结构啊，彭罗斯把这个微小结构叫做微管，在微管里面呢，就存在着量子叠加态。这就是说呢，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信号的传递过程啊，是基于一种更为底层的量子过程，所以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想法的变化呢，它就不是被经典力学的因果必然性所决定了的，因而就是不确定的。当你在做抉择的时候，你的想法啊是不确定的，是既可以选这个又可以选那个的，是处于一种量子叠加态的。而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来做决断了，决断就是出于你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是不被任何先前的变量所控制的。而一旦你决断了以后呢，这时候就相当于量子力学里面的波函数坍缩了，不确定性就变成了一种确定性，你就在之前纠结的 A、B 两种选项中确定了一个方案。所以凯恩特别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啊，尤其体现在当你面临两个方案之间纠结的时候啊，这两个方案对你来说同等重要，你无法通过理性的算计和衡量来解决这个纠结的时候，人的自由意志就凸显了出来，对吧？其实我们的生活中面临这种遇事不决的纠结场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你现在非常需要一份工作，并且呢，你非常幸运的得到了一次宝贵的面试机会。这一天呢，你穿戴齐整，准备去参加面试。你刚走出门，发现邻居家的老奶奶跌倒在路边，爬不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周围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帮助她。你知道，如果这次挺身而出，伸出援手了，那么这次面试你就会迟到了。而这次面试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很可能就会改变你的命运。于是，你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是选择道德挺身而出，还是选择事业去参加面试？道德和事业对你来说都非常重要啊，客观上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是处于量子叠加态的。而这个时候，你就要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决断了，并且为你的自由选择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人发挥自由意志的场景。总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拉普拉斯断言的那样都被因果必然性决定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做决断之前，它就是不可预料的，它就是没法被理性的计算的。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人的自由意志就凸显了出来。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为这些遇事不决的纠结状态来做决断，并为此负责。这就是凯恩的观点。好，介绍完凯恩的观点，下面我们来介绍法兰克福的观点。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啊，大问题系列节目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更多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地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自由意志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的推送。
我们用哲学家第一人称的方式复原了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之前第一个出场的拉普拉斯呢，主张的是一种决定论啊，也就是万事万物都是被物理法则决定了的，因此没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话，社会生活是无以维系的。比如说杀人犯就可以这么来为自己辩护啊，就是说我杀人呢，并不是出于我的自由选择，而是我大脑里面的原子受到了物理法则的支配，形成了特定的神经网络，所以才产生了杀人的想法。而我的大脑原子之所以能够形成特定的神经网络，并不是由我自己控制的，而是由宇宙大爆炸138亿年以来的一系列基本粒子的互相作用而造成的。因此我是不自由的，因此我是无辜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法律系统、我们的道德体系都将无以维系了。为了道德责任的缘故，社会生活还是需要预设自由意志的。因此，就有像凯恩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提出了一种非决定论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不在大自然的因果必然性的控制范围内的，而人的自由意志就属于这种不受因果必然性决定的东西。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建立在一种非决定论上的自由意志论也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意味着人们出于自由意志做出的一些行为啊，它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因而呢，它就会是莫名其妙的。就比如说我和你探讨哲学，探讨的好好的，我突然给了你一巴掌，你问我为什么打了一巴掌，我说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没有原因的啊，这是出于连我自己都没法预料的自由意志的呀。那么如果人的自由意志是没有任何原因的话，人依然没有办法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一个杀人犯依然可以为自己辩护说，我杀人没有任何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杀人，因为这是自由意志呀。所以我们并不能完全推翻决定论，我们还是要保留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这么一个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再为自由意志寻找地盘。而这就是兼容论者要做的工作了，也就是说，既要讲求决定论，又要讲求自由意志，要把这两者兼容起来。美国哲学家哈利·法兰克福就提出了一种兼容论的解决方案。我们说人是不自由的，是受控制的，主要是指人会受到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身体欲望的控制。法兰克福就把人的欲望进行了分层，它分成了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一阶欲望就是指你饿了想吃饭，渴了想喝水，一刷短视频就停不下来啊，这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身体欲望。沉溺于这种欲望的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决定的啊，这就像拉普拉斯所主张的决定论所说的那样。但是法兰克福还提出了一种二阶欲望，这种二阶欲望呢，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啊，也就是当你有一阶欲望以后啊，就比如说你犯烟瘾了，突然想抽根烟，这时候啊，你会停下来反思反思，说我这时候到底要不要满足我想抽烟这个欲望啊？或者说你已经连刷88个短视频了，这时候你会停下来反思反思，我到底要不要继续在刷短视频呢，还是关掉手机去背单词呢？法兰克福说，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有二阶欲望，也就是关于欲望的欲望，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而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因此动物没有二阶欲望，动物只有一阶欲望。但是这并不是说人只要有了二阶欲望，这个人就肯定是自由的了。就比如说这个沉迷短视频的人，他有了一个二阶欲望，他开始反思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刷短视频了，并且他也认为自己不应该再刷短视频了，赶紧去背单词。但是呢，他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忍不住继续刷短视频。法兰克福说，这样的人依然是不自由的，因为虽然他有了二阶欲望，但是他没能按照他的二阶意欲去行动，他依然屈从于他的一阶欲望了。那什么样的人是自由的呢？就是他不仅有了二阶欲望，而且是按照二阶意欲去行动的，这才是自由的啊！比如说你沉迷短视频了，你嘴上说不应该再刷短视频了，并且你还真就做到了，把手机关掉了，那你就是自由的。简单说，也就是你是真的按照你的二阶的反思去行动了，而不是屈从于你的一阶欲望，那你就是自由的。哪怕反过来也是一样，也就是你刷短视频刷了半天了，突然刷到一个叫做大问题大那个的视频节目，你直觉上觉得这个节目哇好难看啊，10几20分钟咔咔搁着跟我讲道理，多无聊啊，你直觉上想把它关掉。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反思了一下，就是说这个节目虽然很难看，但是我看了这个节目以后还能学习一点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探讨。这节目难看就难看吧，我也要把它看完吧。这个时候你也是自由的。总而言之，我们都有一阶欲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其他动物没有区别，我们是被身体欲望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是决定论的。但是呢，我们有自由意志的地方就体现在我们能形成对欲望的欲望，也就是形成二阶欲望，我们能够反思到底要不要满足这个欲望，并且呢我们还能按照二阶意欲去行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有自由意志的。这就是法兰克福兼容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的兼容论的方案。
本期关于自由意志的大问题，我们介绍了3位哲学家的看法。简单总结一下，主张一种决定论的拉普拉斯认为，并不存在自由意志，世界万物都是由物理法则决定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因为你的无知而造成的事后幻觉而已。主张一种自由意志论的凯恩认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不被因果必然性决定的东西，人的自由意志就是这种不被决定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面对纠结的处境的时候，自由意志更会凸显出来。主张一种兼容论的法兰克福认为，我们人类同动物一样，都是受到一阶欲望的决定的，但是我们人类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能够形成对欲望的2阶欲望，并且还能够按照2阶意欲去行事，这便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今天介绍的这3位哲学家的观点，你更认同哪一个呢？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大问题啊，它其实是个难题。为什么说是个难题呢？因为它是个自指问题，也就是你得自己研究自己有没有自由意志啊，那这就当局者迷了，这里面就有很多悖论，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了。一方面呢，当然从一切事情都是有原因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当然没有特异功能式的自由意志。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今天既然能够坐下来一起来讨论人有没有自由意志这个问题，这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就说明呢，我们拥有一些自由意志呢？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